清洗银耳直接用清水就错了，那样等于吃虫卵。今天教你正确做法，将东西全跑光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银耳，因为银耳是菌中之王，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。但是因为银耳长相比较奇怪，清理起来非常的困难，洗不干净，我们吃起来是很不卫生的。今天就教大家一个正确的方法，以后别再弄错了。银耳被称为蔬菜燕窝，相比较于众多蔬菜的时候，它的营养价值是极高的，富含了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。在进入春季之后，多吃银耳还能起到很好的养肤作用，让你的皮肤越来越有光泽。银耳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来煮粥，将它煮粥的话，能让口感变得更粘稠。将准备好的干银耳放入大碗中，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，会把银耳撕成小朵再浸泡。其实银耳一旦被撕碎之后，表面的细菌就会进入到银耳的内部。虽然表面看起来很干净，但是有许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。正确洗银耳的方法，就是把银耳放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温水。泡银耳一定要用温水，不能用热水。虽然热水能让其快速泡发，但也会使它的营养流失。还可以在表面扣上一个盘子，这样银耳就不会漂浮在水面，自然就会泡发得更快。泡银耳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白醋，白醋有很好的软化污垢的作用，这样就能使银耳中的脏东西被处理得很干净。泡发好之后，再加入一勺盐，一勺面粉。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可以吸附掉银耳表面的细菌和杂质。用手轻轻地搓洗一下银耳，这样洗出来的银耳才会更加的干净又卫生。大家在泡发银耳的时候，时间一定要充足，大约需要泡半个小时左右，这样才能够更容易把胶质熬出来，也可以缩短炖煮的时间，可以使汤汁更加的浓稠好喝。泡发银耳的时候，尽量让银耳的根部朝上，这样才能够确保银耳全部浸泡在水里。将它多清洗2次之后，再用剪刀把银耳剪成小块，剪得越小越好，这样吃着不仅口感好，而且更容易熬出胶。因为银耳的胶质是从剪碎的叶片边缘流出来的，所以剪得越碎，它与水的接触面就会越大，煮的时候也容易出胶。就剪成这样的小块就可以，将它全部放入锅中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要一次性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。煮银耳，水和银耳要一起下锅，先开大火煮开，再转中小火慢慢熬煮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准备几颗红枣，加入清水，再加入一勺面粉，将红枣清洗干净。红枣就像一位亲切又贴心的老朋友，不管是在咱们小时候的零食口袋里，还是长大后滋补养生的汤羹里，总能瞧见它的身影，承载着满满的生活味，还蕴含着超多对身体有益的好东西。
用面粉搓洗1分钟之后，再换清水多清洗2遍，直到水变得清澈，将它捞出来放入盘中，用剪刀把红枣剪成小块，这样红枣的营养价值更容易释放出来。全部剪好，先放在一边。接着准备一把枸杞。枸杞是一味中药材和营养食品，拥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例如胡萝卜素、烟酸、硒、锌、钙等多种营养素和微量元素。平时我们可以每天吃一些枸杞。现在来看看银耳，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白糖，白糖的量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的增添。加入白糖会呈现出自然的香甜味道，这种甜味恰到好处，不会甜得发腻，而是给人清新愉悦的味觉享受。再加入红枣和枸杞，继续煮上15分钟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熬煮好之后盛入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银耳经过熬煮之后会释放出胶质，使得汤汁具有一定的浓稠度，入口感觉十分顺滑，在舌尖和口腔中流动时毫无阻碍，给人一种细腻的触感。银耳在长时间的炖煮之后会变得软糯，咬下去不需要太用力就可以轻松咀嚼，几乎入口即化。对于喜欢这种口感的人来说，吃起来非常的满足和享受，同时还带有着红枣的独特香甜气息，吃上一口非常美味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